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制琴师，他呢是一位专门制作蓝草吉他的制琴师，所以在中国算是非常的少见。我跟他认识之后呢，我发现他有一段跟蓝草相关的经历，才会去专门制作蓝草吉他啊。据他说呢，他的老师就是一位班桌手，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些乐器呢，就是会是跟蓝草相关的。这个太神奇了，所以我今天要跟他碰面，然后呢，我跟他好好聊一下，顺便带大家呢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工作室。平时因为我的夫人和孩子都在加拿大嘛，所以他们也很支持我哈做琴，所以这里现在基本上都是我在用工作室接待朋友，很多朋友都会来试我的琴。那这些是我现在的最近的作品，其中这把是我最满意的。可以看一看。我平时用它弹蓝草，觉得特别棒啊。巴西玫瑰木的背侧，西迪卡的面板，非常简洁啊，啥都没有，但特别高级。平时因为工作很忙那么我回来又很晚嘛。所以需要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让我做琴，让我思考。所以我把这个地下室就改造成了这么一个工作室特别方便，让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这个事情。最近呢，在做一个蓝草吉他打算可可波罗的背侧，直纹正切，然后正在挑选面板，阿迪达克的面板吧，相信会是一把非常棒的吉他。这里贴了一把琴啊，为什么是这把琴呢？它是 Smiley 手上的，就这张专辑封面的这把琴啊。因为当时我问我老师，我说有哪把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你觉得是最棒的？他就跟我说他是 Smiley Martin D45这把琴，也就是这个画上的这个。可能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机会能试到，但是这把琴一定是我最向往的。看到 Bill Monroe 和 Chet Atkins。Chet Atkins 也是我最喜欢的，也不能说最喜欢，是很喜欢的一个乡村吉他手。在这里需要给我加油打气的还有Tony Rice，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是阿迪瓦达侧面板。这套是洪都拉斯玫瑰木正切直纹，是我们做传统的这个蓝草琴很喜欢的一种切割方式吧，一种材料，就给一位蓝草的爱好者制作的。我这里拿个模板，可以过来看。我们来挑一个马丁28的一个模板。最终我们会是这样一个大小，是这样的一套材料。好，然后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的模具基本上都是放在这里，因为有很多维修，所以会有很多机会去把一些这个吉他很有名的或者一些老的经典型号的吉他复刻成形状给复刻下来。这个是我们做侧板的机器，然后这一位是我的搭档张老师。对，张老师辛苦了，不辛苦。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喷漆。你的吉他制作工作室是哪年开始的？准确的来说是2014年的夏天。到现在也很长时间了嘛，但是前面几年可能更多的做的是一些工作室的准备组建团队所以真正来说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有比较好的这个制作。那到目前为止，卖了多少把手工琴？
我觉得应该是在25把到30把之间。这些吉他里面，蓝草吉他的比例占多少呢？4到5把吧，4到5把，不会超过这个数字。那你怎么定义蓝草吉他它的工艺跟其他类型吉他的这个区别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从这个音色上来考虑。那些最有名的吉他手、最著名的专辑，它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吉他？我觉得我们的制作就应该朝什么方向。具体制作的工艺上的区别，那可能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马丁永远是我一直在参考的一个偶像吧，对象。在这些买家里面，你所知道有几个人是买来专门弹蓝草音乐的？好这个问题我操超棒了。到2025年1月为止，有一位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正在询问这位玩家你认识吗？我肯定认识。其实这一位就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也就是这个，对我自己拿来弹蓝草。那你觉得未来如果以蓝草吉他为主要的你的这个销售方向，能不能维持你工作室的这个开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就是前面我说了，已经开始有人逐渐的在玩蓝草音乐，弹蓝草吉他，向我咨询蓝草的订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所以会很难，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信心有希望吧。你是如何知道蓝草音乐的？我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因为当时读书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开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偶尔听到 Tony Rice 的，应该是 Streets of London， 或者是他的每一首歌，然后一下就把我抓住了，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个乐手，就去听他的这个作品，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开始知道蓝草音乐这个情况。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弹这个蓝草吉他的？我自己弹，当时13年的时候，我跟我的老师学习吉他制作因为我老师是弹那个蓝草 banjo 和弹蓝草吉他的，以前是乐队里面。当我拿着我的学徒作品，我跟他说，我说 teach me something， 那他就教了我一个 G run 当我学着他的样子弹出来，我觉得那一刻应该是我和蓝草吉他第一次发生了碰撞。说一下你最喜欢的蓝草音乐家。喜欢的非常多，比如像 Billy Strings， 他I ain't slept in 7 days 像这种歌就特别酷，特别炸裂还有像Trey Hensley。这种特别酷的 solo， 那当然还有Tony Rice。